就最可怕的就在这儿，在反思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好多事儿是不对呀，是不是一个家庭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一个孩子能为父母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为过好自己的人生做准备，比如说是求学，比如说是做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选择需要你离开一些人，我个人感觉，那你就应该离开，你就应该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学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你年轻的时候。而且需要你离开的这些人，包括你的父母，人是得时不时的歇一下、闲一下，才能把工作做好的。所以这个不是完全放松和娱乐的事情，而是即使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即使是为了更好的卷，你也应该定期的放松下来。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错过的跟朋友和亲人相聚的时间，你错过的旅行，甚至你错过的游戏，等你到了30、40岁想再找补回来，做不到了。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2的学生，高考没考好，估计心里有阴影。大学4年没有什么生活，就是上课学习，很少参加其他活动。然后高绩点推免到了某985读研。这是个把大学当高中过的同学啊。硕士导师与我沟通的挺多，老师给我定了研究方向，我完善方案后就可以开始着手实验。我只需要定时向老师汇报进度，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方式。现在的问题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平衡科研与生活，在现在这个课题组氛围比较轻松，每次聚餐的时候大家聊天都感觉并没有把科研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括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就是感觉他们都很有生活，活人感很重）。但是我可能就是因为高考和本科的经历，会让我觉得如果我玩了，那么我就会做不好科研。我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努力，才有可能能做好这件事情。每次看到别人很轻松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更累了。这一点我倒是没有很多亲身的体会，只是能够想象，也能理解。就是周围肯定是有这种同学的，尤其是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是他们所谓的没有那么多生活，然后作息跟高中差不多，整天就是学习、准备考试，就这种同学还是见过的。首先我同意啊，就是大多数人想要做好一件事，必须付出很多和时间努力。你想想你追求的任何事情，如果很容易就能实现，那就无所谓什么追求了，对吧？就是一个事情，比如说把成绩搞得很好，读研读博，尤其是去好学校，肯定是不容易的。然后大家都是普通人，做成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肯定是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努力的。所以很多努力的学生都有这个状态，这倒是挺正常的。但你说看到别人很轻松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更累了，这其实是个心态问题。这个心态得调整，但具体怎么调整，咱念完私信再说。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有部分家庭因素吧。我能感到父母自从我推免这个985的研究生之后，对我就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又十分害怕满足不了他们的期望。我每次都会很讨厌他们在别人面前夸我，因为我觉得我能力并没有达到他们说的那样，就是有点吹嘘的成分。而且由于我可能想尽量自立，所以说读研的经济压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我下面要说的跟中国的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我就想起个美剧叫《Beef》怒呛人生，这个艾利王和斯蒂文·云主演的。简单来说就是两个男女主人公，他俩不是一对儿，就是男主人公是一个韩裔的移民2代家庭，女主人公也是一个移民2代家庭。这个美剧在欧美的亚裔群体里反响还是挺大的。跟大家简单说几个片段，就是女主在跟人聊起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她会说这么一件事，就是说她母亲当年从越南刚到美国的时候，她第一次听到鸟叫，就是树上那个小鸟的叫声，她第一次听到，是因为当时越南经历连年的战乱和饥荒，就在那个国家里，大家把那种小鸟都吃光了，以至于这个孩子从小没听过鸟叫。然后这个女主人公呢，就是很要强，各方面都尽力的做好，然后她还帮她父母还房贷等等等等。但是她每次回到家，她作为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每次回到家，她的那个刻板印象中的东亚的父亲还是会各种说她哪儿不好哪儿不对，数落她。然后这个男主呢，是一个学上的不太好，但是也在尽量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的这么一个人。他相当于是一个包工头吧，就是类似这种感觉，但做的也不是很成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赚到钱，自己盖一个像样的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然后把他父母从韩国接过来一起住。但是他真正做到这一切之后，把他父母接过来的时候，然后他那房子出了点问题，出了很大问题。
然后他的父母就会非常直白的对他露出一个你太让我们失望了。这个男主也30多岁了，然后就是满腹牢骚埋怨着又回到韩国去了，就是意思你们把我弄过来也没有好房子住。我自己的父母不是典型刻板印象中的那种鸡娃的父母，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就我看完这个美剧之后，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就最可怕的就在这儿。我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就讲了这么相当于2个家庭的事儿啊，这俩男女主人公挺逗的，挺好的。我并没有多想，但是看完之后这2年在反思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好多事儿是不对呀，是不是一个家庭不应该是这样？我以前可能会把读博当作是我的目标，但是现在我会想着说，找工作或者考公，我希望我在工作之后更加深刻的思考自己是否要读博这个问题。所以我目前还是希望自己能尽量做好硕士这个课题，给自己未来再多一个选择的方向。对于我的情况，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期待您的解答。每个人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所以我说这些东西，分享的这些经验也好，仅供参考，完全没有你一定要照我说做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你确实可以把读博当成你的目标，但是博士生的教育不一定要求你像比如说初中结束之后马上上高中这种比较好，并不一定研究生毕业之后马上就得读博。我自己在企业里工作了3年多才开始读博士的，所以说我觉得在企业里的工作经验对于申请博士乃至博士毕业之后当老师也好，或者说再去企业里也好，年轻的时候的社会经验工作经验还是挺有用的。而且工作前2年我学了很多东西，技术也好，这个管理方面的知识也好，就确实学了很多。所以说硕士毕业先工作这个是个挺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做学问，或者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我需要一个博士学位，你这个博士可以工作几年之后再申请再读，其实是不耽误什么事儿的。经济独立确实非常重要，就不管你是什么家庭背景，你是有钱人家的也好，普通人家的也好，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经济独立之后，至少这是个基石，就是你做的决定很可能才是对你最有利的，是你最想要走的那条路。这个我觉得经济独立非常非常重要。独立的人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宁静致远，很可能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决策。第二个呢，我觉得你说尽量做好硕士这个课题，可能给未来自己再多一个选择方向，这点我非常非常同意。这个不只是把研究生读好这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把眼前这个事儿做好，往往是对你下一步走得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比如说把书读好，把现在的工作干好，把家人照顾好，就是你人生进步的一个基石。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一些就是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大学者、大企业家、大政治家，我基本没见过就是一下子一步登天的人，或者没听说过一步登天的人，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走上去的，甚至是有很多挫折，就是可能跌进坑里了，然后再从坑里爬出来。他从坑里爬出来的时候，他的无论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等等等，他只是回到跟普通人一样，然后他还得再一步一个脚印的往上攀登。就是其实真正的所谓世俗意义的成功人士，我看过很多他们的传记，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普通人更是如此。你把书读好，把眼前的工作干好，把家人照顾好，这就是你人生进步的一个基石。把基石打好了，你的选择以后才多。所以说我是非常同意你说这一点，把硕士的课题先做好，就可见你也是非常聪明的人。第3点呢，就是我要是你的话，即使我想再读博，我也会在硕士毕业时先找工作或者考公。刚提到的，就首先你得独立，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怎么说呢？一边工作一边蓄力。你是想继续去一个好学校读博士，然后你得一边工作积累金钱、积累经验，甚至积累一些人脉，然后一边蓄力，比如说是准备考博呀，或者怎样，发表一些论文。可能学术路线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路，博士教育是这个道路的第一阶段，而且很多时候万事开头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博士教育是一个，在教育领域来讲，博士教育已经是这个头了。一个人能受的最高层次的教育就是博士教育，而且它一般来讲非常艰难。就这条艰难的路，你在走之前最好还是蓄好了力，准备好了必要的资源，包括存些钱，然后把自己身体和心态调整好，
这都是必要的资源。就是把你自己的身心调整到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状态的时候，你才开始走这条艰难的道路。这个是我一个基本的建议。我特别不推荐一个人，我先不想工作，我先逃避工作，我对现在的这个生活不满意，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赌博，这是我非常非常不推荐的。这个基本好多悲剧都是这么开始的。赌博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所以你想吧，你如果觉得现在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轻松了，然后你再去赌博，就好像就我自己是把赌博是视为一个阶梯，就我知道这个阶梯要攀爬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还是会去试一试，因为我知道这个阶梯对于我来说可能会通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所以我当时赌博之前是这个心态。很多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清楚，我也没法算明白我的前途，我也没法算明白赌博的利弊和得失，但是我就觉得这儿有一个梯子，我大概可能适合爬这个梯子，然后我就先去试一下，不行我就再退回来，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心态。第4点就是关于家庭这个问题呢，这么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也是非常恋旧的一个人，我也特别宅，我也不喜欢离开家，就无论是狭义的就自己这个小家，还是更广义的亲戚朋友，如果让我有的选，我肯定不会选择主动离开他们，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和发展，我会毫不犹豫的离开家。就我说了半天我是多么恋家的一个人，但是一旦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你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你自己的前途，你的追求，我觉得是高于这些东西的，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自己当时也是这么选的。就让我在选择自己的前途和发展和守着父母亲戚朋友之间，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己的前途和发展。我早早的就有一种感觉，但我现在确信了，因为我现在有孩子了。有孩子之前我就觉得，一个孩子能为父母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为过好自己的人生做准备，比如说是求学，比如说是做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选择需要你离开一些人，我个人感觉那你就应该离开，你就应该去追求自己的事业学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你年轻的时候。而且需要你离开的这些人包括你的父母，就是说当你需要远离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要远离你的父母。而且我说这个远离不一定只指物理意义的远离，比如说你去另一个城市，甚至出国读博士，不仅仅是这样。精神上的远离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现在当父母了，我可以给你保证，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应该离开你的父母。就是说一个孩子他在离父母远的地方生活得非常好，发展得非常好，我觉得是远远好于他守在父母身边郁郁不得志。所以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你自己的未来的发展需要你离开自己的父母，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那你就离开你自己的父母，或者说少回家，减少跟父母的交流。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如果你父母的言论行为给你造成创伤或者一些负面的影响，耽误你的发展，耽误你的心理健康，该远离就远离吧，这样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对你父母来说也是最好的。虽然短时间内他们可能觉得不理解你，觉得你不孝顺不听话，但是从长期来看，孩子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第5点呢，我的一个大方面的建议就是说，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每隔2星期1个月，你还是得规划出来有那么1天半天你让自己闲下来。这个闲下来是指没有任何事情你是必须得做的，你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然后放松放松。还是那句话，宁静以致远，你得好好想一想，到底这个下一步要怎么走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而不是被父母导师甚至朋友亲戚他们那些言论所左右。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人是得时不时的歇一下闲一下才能把工作做好的，所以这个不是完全放松和娱乐的事情，而是即使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即使是为了更好的卷，你也应该定期的放松下来。而且这几年我发现，就是兴趣爱好真的能救人于水火，就是说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也不简简单单的是堕落消遣娱乐，而是一个人要是有一些兴趣有一些爱好，他真的能把你从比较郁闷的这个深坑里给你拉出来。这个有好多原因啊，首先你有这个兴趣爱好，你可能能扩展自己的社交圈，认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然后呢你可以放松身心，
就是拿小学语文课本的话说叫陶冶情操。这个话不是虚的，真不是虚的。如果你经历过一些挫折，然后你在这个挫折的过程中，你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是弹吉他，比如说是看漫画，做什么体育运动，比如说旅行啊、徒步啊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真的会救你。我以前啊，就30岁以前，我在做1年或者说1个学期的规划的时候，我会把这1学期或者这1年该做完的工作，这是第一优先级。然后任何耽误我做这些工作的事情，比如说跟家人出去玩啊、见朋友、见亲戚等等这些事情，我都会往后推。但就最近这几年，过了30岁之后呢，我做每一年规划的时候，我会先第一优先级是跟家人团聚，或者是跟家人出去旅行的这个事儿。可能在提前大半年甚至提前1年的时候，我就把这1星期或者这2个星期这事儿先定下来，然后工作的事儿往后排。就是工作所有的其他事得为这个事让路。这是为什么呢？我有如下的原因啊。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我发现对于好多工作来说，你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就是说我跟别人说，我说我这2周我得放假，然后我的同事、合作伙伴、我的学生、我的朋友就说啊，行吧，那我就2周之后再找你，或者说那咱提前把这事儿先弄了。所以就是你离开2周，对于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工作来讲，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说你根本没有那么重要，对吧？然后除了你直属的领导之外，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短信、电话、邮件，你回的慢一点没有关系。就当然这也跟工作性质有关，有些工作是非常急切的，比如说消防员，对吧？比如说警察，你这个不能说是该到岗是不到岗。但是对于好多其他工种来讲，你提前把假期规划好，请好假，然后你假期的时候呢，除了你直属领导的电话你也不接，其实没事儿。最后我就发现也没什么影响。而且后来我发现我的领导也是这种思路，就是说他们还害怕你在假期找他们呢，就他们也是先把假期和娱乐先规划好，然后把工作围绕着这个安排好，自动回复邮件说，就比如说你假期给他们发邮件，或者甚至不是假期，就是他们自己的假期、年假之类的，你给他发邮件，他会自动回复说我现在在休年假 I have limited internet access。 但实际上不一定真的，就现在你哪儿手机不能上网的，对吧？但就找个借口就是说，哎呀，我这是上网不方便，然后你就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就他们都是这样，他们还怕我找他呢。所以说知道这些事之后，就别把自己那么当回事，该歇，不耽误别人的事。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很努力的工作，一直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有好多年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有事业心、有追求，这个是个好事，大致上来讲。但是当你到了一定岁数之后，你回看自己20多岁这10年，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可能在学业、事业上有一定的成果，自己很满意，但是相信我吧，你还是会有很多遗憾。年轻时候的那个友谊是非常难得的，还有跟亲人团聚的时间是非常难得的。然后很多时候你错过了那个时间，你再想找补，再想挽回，可能也做不到了，技术上做不到了。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错过的跟朋友和亲人相聚的时间，你错过的旅行，甚至你错过的游戏，等你到了30、40岁想再找补回来，做不到了。还有第3点，就是你如果出了学校这个新手村，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要想实现什么，你要想做成什么，仅靠努力和堆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努力和时间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你就是把自己的努力和时间拉到满，其实好多事你也做不成，好多目标你也实现不了。而且人最好别靠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就是有好多好学生很努力，但是会走上自己不想要的那条道路，就是他每一个时间点他都把自己的努力勤奋拉到满格，一旦这个事没成，有的人就会非常愤怒，或者说是
愤世嫉俗的说，你看我都这么努力了，这么聪明，我怎么还没做成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世道坏了。这么说虽然不完全错，但是有时候世道人心的运作规律就是这样，不是你光靠努力和对时间就能做到的。然后咱想到这儿，咱就释怀了，就是说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用劲儿的时候用劲儿，然后该歇的时候就歇，因为你完全不休息，也不见得一定能有什么特别好的成果。所以说，为什么不休息休息呢？就往往光头拱地的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其实往往就会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或者说自己不想要的方向去。还是得闲下来，多花花心思想一想，就是往内求，就看看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自己真正适合什么。这些事情想明白之后再努力，很可能会事半功倍。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基本的建议就是你给自己规划好休息的时间、闲暇的时间，然后想明白自己真正下一步怎么走比较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别人的期望。好好生活，张弛有度。记住，第一，你没那么重要；第二，你想出人头地，你要强，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但是你也要知道，变成一个有成就的人，光靠对努力不够，还要明白很多道理，还要花很多心思规划战略。过度的劳累和忙碌是会耗尽你的生命力的，而最后的最后，兴趣爱好能救人于水火。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真的喜欢做什么。好，加油吧！感谢大家收看，有想要聊一聊的同学可以给我发私信，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账号玉素，谢谢大家。